满洲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苦寒苍茫，冰雪林莽，亘古不易。在一片肃杀之中，却蕴含着昂扬不屈的希望。避开帝国总想掌控一切的触手，才能保存自由的火种。不同于中国耗尽社会活力的大一统农业帝国，满洲的多样性使得满洲的国家组织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在一个族群衰落时，总有另一个做好准备的健康族群兴起，继承内亚满洲政治传统，成为新一代的共主。大英雄完颜阿骨打横空出世，带领女真人短短几年之间灭亡强大的辽帝国，接管了辽帝国几乎所有封建臣属。按照海上之盟，中国本应攻取辽南京，但却重蹈当年2次侵辽的覆辙，在幽州城下被耶律大石和回礼堡的辽军残余部队打得大败，不但士卒炮灰死伤惨重，自从宋神宗以来积累的军资器械更是损失一空。辽人对宋军的战力十分鄙夷，在燕京城里编成歌谣讥笑宋军的无能，对其背盟违约的行为更加不耻。而强悍的金军则一路摧枯拉朽，加之耶律余睹等契丹贵族抛弃天祚帝，转而投诚完颜阿骨打，使得金军尽知辽帝国的虚实。天时地利人和，大金的兴起势不可当。同时，金军也开始发现宋人在整场战争起到的正面作用非常有限。南线宋军的大溃败，不但未能对辽军起到打击作用，反而等于给辽军送去了大量军用物资和自信士气。如果宋人不参与攻辽，金军的阻力反而可能少一些。总之，宋军的存在对金灭辽没有任何帮助。不但如此，在整个联合军事行动过程中，中国皇帝宋徽宗和其臣下手鼠两端，出尔反尔，侮辱金国特使，玩弄文字游戏，使金太祖大为不满。但出于两国的友谊，仍然维持了联盟。而在金军顺利攻下燕京后，宋人即开始要求履约交割燕京地区，而宋徽宗在亲笔书信中写的是要求得到燕京并所管州城，是想当然按照中国后唐时代的行政划分作为标的。但时过境迁，经历近200年，按照辽国的行政区划，历史上的所谓燕云16州已有部分不在燕京管辖范围内。而中国的政治逻辑是条约一定要按照中国有利的方式进行刻舟求剑式的解释。金国朝野对于这样的流氓外交都惊讶万分。由于盟约规定，交付燕京的前提是宋军需要和金军一起进攻燕京，但宋军50万大军几乎不战而溃，已经无法满足盟约条件。而金军遭受一定伤亡，攻取燕京后，宋人却无耻地要求金国履约，因此金国朝野都反对交付燕京地区。辽亡后，北金帝国重用燕辽旧臣如左乞公、于仲文等人都纷纷劝阻金太祖。左乞公为幽燕大贵族，身居辽金两朝宰相，献诗于太祖，并立公辽盟共巡，攻城立有浅河深。君王莫听捐燕意，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阿骨打作为盖世英雄，雄才大略，
一言九鼎，还是力排众议，遵守契约，将燕京等已经攻下的7州交给中国。然而，燕京民众对即将到来的中国集权统治万分恐惧。习惯封建自由和轻徭薄赋的他们，一想到贱民充军的宋军烧杀奸掠的暴行，以及以后要和宋人过上一样水平的生活，立刻举家北迁。燕京顿时成为一座空城。宋国每年除了条约规定的岁币外，另支付100万贯代税钱，作为金军攻占燕京伤亡损失的补偿。平州此时作为满洲的腹地，不属于海上之盟规定内容。本来中国不应觊觎，但中国士大夫得寸进尺，自作聪明，竟然诱降平州留守张觉，赤裸裸地践踏盟约。1123年6月，时为金帝国南京的平州留守张觉叛金降宋。张觉不但将平州献给中国，还劫杀了组织民众北上的宰相左乞公于仲文、曹永义、康公弼等辽金2朝元老重臣，几乎等于屠灭了满洲半个政府系统。金太祖得知张觉降宋，并杀死4位宰相，举国震怒，当即派遣完颜笃母率军讨伐，但因兵力不足，未取得进展，即撤兵。同年8月，太祖完颜阿骨打在返回上京途中病逝，太祖弟完颜吴乞买即位，改元天会，是为金太宗。11月，金太宗命太祖的皇次子完颜宗望为统帅，率领大军讨伐诛杀张觉。当时宋国不但公然接受金国叛将和领土，还改平州为太宁州，任命张觉为节度使。其扩张的野心和妄图灭亡自由满洲的阴谋已是有目共睹，毫不避讳。张觉出城接受册封时，被宗望探知，出其不意截击张觉，将其拦在城外。张觉只能逃奔宋国，占领了燕京。金军遂收复平州，并向宋国燕山府宣抚使王安忠索要张觉。王安忠竟然斩下燕京城中一个长相相似的无辜居民的脑袋，冒充张觉。宗望发现被骗，大怒攻城。王安忠不得已，只好出卖张觉。张觉大骂宋人不绝口，王安忠于是砍下张觉的首级，交给金军。经过这样恶劣的事变，金宋关系全面恶化，而且宋人先招降又杀降的反复无常，使得幽燕地区的军绅豪族彻底认清了中国卑劣的政治传统。不但被迫逃离家园者对宋国恨之入骨，已经降宋者更是人人自危。而且宋人根本不打算履行协议。童贯开始在燕山地区训练军队，加紧侵略满洲的准备。很快，宋军就主动发起军事入侵，3000宋军从海路前来，攻破9座营寨，杀死马城县守将节度使杜卢沃，夺取其银牌、兵器和马匹，史称马城事变。天会3年，1125年3月，已经孤家寡人的辽天祚帝在应州被名将完颜娄氏俘获，标志着辽帝国的彻底灭亡。10月，太宗命皇太帝暗班伯吉列、完颜协也为总指挥，完颜宗望、完颜宗翰率领东西2路大军南伐。因张觉事变和马城事变而引发的第一次金宋全面战争爆发。
东路军由宗望率领，直取燕京；西路军由宗翰率领，进军太原。东路军很快在白河和古北口大败宋军。之前降宋的辽将渤海人郭药师，早因张觉的悲惨结局而对宋国彻底失望，因此直接临阵倒戈。金军遂收复燕京城，收编幽燕军队7万人，甲胄5万具，战马上万匹。幽燕地区自从被交给宋国，地方势力和封建自由顿时一落千丈，大量燕辽旧臣遭到残酷迫害，民众背井离乡，骨肉分离。宋国被蒙灭辽和军纪败坏以及行政掠夺，使人们越发怀念满洲治理下的美好时光。此时金军南下，不但纷纷单食胡浆以迎王师，更是摩拳擦掌，谏言献策，铸金恭送，以报家恨国仇。由于郭药师等幽燕军政首脑的加入，本来没有进一步南下计划的金军，一下获得了中国的全部军力部署和详细地理图籍。于是，以金军为主力，郭药师的燕军占多数的满洲幽燕联军，又一次吹响了反击中国侵略的复仇号角，直捣汴京。东路满洲联军共约6万，大部分是燕辽、契丹、渤海人，一路势如破竹，迅速渡过黄河。渡河时，仅郭药师的燕军一个冲锋，就直接导致宋军数千人踩踏落水溺死，而燕军仅3人受伤。而联军渡河工具只有10几艘小船，共用6天才完全渡过黄河。对岸的2万宋军竟然直接全部逃亡。东路军因此长驱直入，攻克汴京门户、华州。西路军初期非常顺利，原来辽国降宋的10余万义胜军纷纷倒戈加入金军，但太原城一时无法攻占，未能南下会师。此时的汴京城仍然沉浸在醉生梦死的浮华之中。宋徽宗因成功取得了中国300多年未能染指的幽燕，沾沾自喜。童贯不但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胡子的太监，也作为第一个封王的太监而载入史册。中国朝野一片大国崛起的亢奋和忘形。作为大运河的中转站而发展起来的汴京，只能通过大运河调运江南的稻米、丝帛，养活100万人口。经历唐宋之变后的中国集权行政体制，通过科举官吏和运河系统，将整个帝国的财富都输送堆积到首都。那些驯顺的东南亚稻作民族可以任凭中国的摆布，并且以成为中国人为荣。宋徽宗时期，一面采用市易法加强政府管控商业行为，一面提出风亨裕踏的施政口号，通过财政扩张来刺激经济。然而事与愿违，官控商业导致了民生凋敝，财政扩张却并未投入民生建设，而是全部投资到了宫室园林的修建上。宋徽宗耗费巨资从江南搜罗奇石草木运往汴京，称为花石纲。最大的太湖石可以达到15米高，上100吨重。中世纪的运输条件必须拆桥毁门，使得沿途居民苦不堪言，家破人亡，以至于摩尼教首领方腊发动大起义，控制6州52县，最后
被韩世忠等人血腥镇压，杀死平民近200万人。中国人在集权帝国的政治、经济、宗教3重迫害之下，日渐麻木。宋军经历民变以及联金灭辽的燕京大溃败中，已经丧失了战斗力，而燕军阵前倒戈，导致河北地区再也没有任何能实战的军队。宋军数量庞大，但多数是发配的流寇贱民以及吃空饷的死魂灵，只能在脸上刺青，以防止军人逃亡。从此，中国传统中，当兵等于服刑，兵匪一家。此时的宋帝国已经如同一座外表华丽的建筑，而梁柱都已经朽烂，轻轻一推便会轰然倒下。双方战力悬殊，金军17人的信使在被2000宋军袭击时，竟然将2000宋军击溃，自相践踏，死伤一半。天会4年，1126年正月，满洲联军闪电般出现在黄河以南，汴京已经胆寒。宋徽宗佯装中风，将帝位传给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但汴梁城坚固，金军围而不破，于是迫使宋国签订城下之盟，赔偿大量金银，并割让3州的土地给满洲。在和谈期间，宋钦宗暗中指使姚平仲偷袭金军，妄图实施斩首战，但被金军击败。事后被问责时，钦宗竟无耻地推脱，说自己完全不知情，不愿过多纠缠。金军达成协议后，即撤军北还。同年，前辽贵族萧仲功奉命出使中国，宋钦宗竟然再次使出招降的伎俩，交给萧仲功一封蜡丸密信，希望策反前辽国贵族耶律余睹等人。萧仲功随即把蜡丸密信交给了完颜宗望。此时金国上下对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已经逐渐习惯。8月，宗望、宗翰重新集结军队，再一次伐宋。这一次，满洲联军一致达成共识，绝不再和中国谈判。此次西路军顺利攻下太原，东路军顺利击溃宋军防线，渡过黄河。12月，两军在汴京城下会师，满洲、燕晋联军铁壁合围，用大型投石机不断轰击城防。而由于宋国朝廷的拙劣，各路援军也都不愿前来，满洲联军已无后顾之忧，攻克汴京指日可待。11至12世纪，正是一次东亚历史上著名的小冰期。1126年11月到次年正月，一直在下雪，平地积雪厚度超过1米。宋军士兵无法站岗或手持武器，人多冻死。这样的酷寒天气，宋人极不适应。而对于生长在冰天雪地的满洲人而言，简直如同把满洲主场搬到了河南平原。这一次，满洲人不是来谈判的，因为当一个国家已经没有任何信义可言时，除了灭亡，没有任何更合适的结局。宋国朝廷此时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名叫郭京的兵痞身上。郭京自称可以移山倒海，撒豆成兵，宰相和兵部尚书都觉得这一定是个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大英雄。显然，这种骗术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本土宗教道教所擅长，而宋徽宗和其臣下又是道教的狂热信徒。这种愚昧和迷信
其实今天仍然在中国文化中司空见惯。很多人仍然相信中国功夫天下无敌，中医汤药包治百病。他们相信中国有的是郭靖和黄药师，但现实是只有无数个兵痞骗子郭靖和统军来找他们算账的满洲人郭药师。1127年1月9日，在猛烈的西北风带来的暴雪中，汴梁城门大开，大师郭靖端坐在城头，敲锣打鼓，焚香画符，开始做法。7777名市井流氓组成的6甲神兵，如同群魔乱舞般蜂拥而出。满洲联军以为这是中国方面决一死战，严阵以待，出动铁骑、擂鼓冲击。然而对面的神兵天将几乎没有任何对抗，就直接溃散，一部分落入护城河淹死，其余在金军骑兵冲击下，转眼就消散在茫茫雪野上。城头的郭靖声称自己要亲自做法破敌，下城之后向南一路逃窜到襄阳，留下汴京兴高采烈的围观群众傻在原地。而郭靖在逃到襄阳后，仍有1000多名追随者，准备继续上演永不散场的闹剧。满洲联军趁机冲上城墙，宋军没有任何有效抵抗，酷寒、饥饿和绝望已经使大部分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之前燕京大溃败的宋军主将，同时也是所谓中兴四将刘光世的父亲刘延庆夺门狂奔，但被金军骑士像追兔子一样射杀。整个外城一鼓而下，将汴京视为战利品的金军维持了基本的军纪，但本来就是流氓无赖出身的宋军溃兵，却趁乱四处烧杀劫掠，甚至火烧皇后家宅。宋国皇帝和大臣们龟缩在内城，苟延残喘，瑟瑟发抖。集权政体下的官僚没有忠诚和道德，为了活命，士大夫们抛开教育别人用的3纲5常，逼迫他们的皇帝出城谈判。在组织缴纳大量赔款后，宋钦宗被扣留。宋将范琼等对宋国君臣这群无耻蛀虫忍无可忍，开城投降，将宋徽宗和全体宗室交给满洲联军。对于战后如何处理宋国，宗望主张保留徽钦二帝作为代理人，宗翰则主张解体中国，另外培养能够谈判的对象。作为贵族领袖的宗翰获得了全面支持。3月20日，金太宗诏废徽钦二帝为庶人，北宋灭亡。满洲史称天会伐宋，中国史称靖康之变。大金帝国1125年灭辽，1127年灭宋，在3年内荡平东亚，前无古人。4月，册立前宋国太宰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作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随后，赶在炎热夏季到来之前，金军凯旋班师，将徽钦二帝和几乎全部宗室后宫数千人带回上京，举行了盛大的献俘牵羊礼。之后，赵佶被封为昏德公，赵桓为崇昏侯，一起被流放至五国城。五国城源于黑貂之路，是粟特人在满洲的最重要商业据点。五国得名于粟特语彭吉肯特，与塔吉克斯坦的粟特人家乡 Panjikent 是同一个词。东伊朗语 Panji 与 Five、Panta
同源 Kent 即 country 或 village， 因此当地称为五国部。该地区是毛皮供应者黑水墨节建州女真的核心地带。赵佶父子在五国城的生活告别了锦衣玉食的穷奢极欲，而适应了满洲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流放的路上和期间，赵佶还在9年里连续生了14个孩子。闲暇时也经常写诗赞颂大金皇帝陛下的功德，并且整理成诗集献给太宗。病逝后，按照满洲风俗进行了火葬，被中国人误读曲解为侮辱其尸体。类似指鹿为马的中文史料比比皆是。钦宗赵桓则在满洲生活了34年后去世。宋徽宗笃信道教，道教的核心为饮食男女，因此在位时每周必要临幸一个处女，拥有超过6000人的庞大后宫。这些可怜的女性一生中可能只能与皇帝见一面，或者终身独居。满洲联军摧毁暴政，将他们解救出来，带往满洲新天地，和雄健忠勇的满洲骑士们婚配，美人配英雄，从此过上无苦无忧的正常人生活。但中国文人出于无能嫉妒心理，往往将这些女性的命运描写得无比悲惨。但实际除了少数习惯养尊处优的寄生虫外，绝大多数出身普通的女性，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都有了巨大的提升。在满洲的文化传统中，最重要的是人，人是最宝贵的财富。所以满洲的政治传统总是希望把最优秀的人聚拢在一起，不问出身，共建王道乐土。而中国文化传统则相反，人最不重要，特别是女性，连人都不算，属于物品。当看到这些被带走的女性在满洲生活更自由幸福的时候，中国士大夫可能是受到了极大刺激。所以自北宋开始，中国发展出一整套专门迫害、摧残女性的道德伦理教条和奇异的生理酷刑。例如，北宋开始流行的缠足，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最变态扭曲的性心理。这一匪夷所思的非人陋习延续了近1000年，直到1999年，最后一个生产缠足用鞋的厂家才关闭。而满洲男女自古以来就是平等的，甚至女性在家庭内部还要更强势一些。在2021年伪中国的国事调查中，满洲地区的男女比例接近1比1，甚至呈现女多男少的情形，与中国各省区的男性数量远远超过女性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人为了生男孩，长期流行杀女婴的做法，手段之残酷血腥，令人发指。这些现象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这在满洲人的社会传统中是无法理解的。满洲不但自古以来是女性和儿童的天堂，即使是弃婴也被悉心收养照顾。满洲国沦陷后，大量合裔遗孤就被满洲普通家庭收养。如果是在中国，这些可怜的孤儿必死无疑。这就是满洲文化政治传统的卓越品质。不管来自何方的移民，都会发自内心的认同、接受满洲传统，摒弃自己原有的陋习。因为道理很简单，满洲是正常人类生活的国度。满洲灭亡宋国后，
宋国皇子赵构逃亡至常州，建立南宋王国。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路线争议和派系斗争逐渐产生。先是代表贵族势力的宗翰失势，后有主和派完颜昌被宗弼等主战派清洗。名将完颜宗弼具有较高的战略眼光，以战逼和，尽可能地扩大了金帝国的战略纵深，使得中国对河北、燕晋等地的图谋永远再无实现的可能。历史教训说明，如果不解体或者灭亡中国，中国在固有的文化政治传统驱动下必然对外扩张，将内卷化社会生态灾难扩展至整个东亚，甚至将其邪恶的政治模式推广至全世界。如果全世界都变成中国，将是人类文明的末日。金帝国最初的设想只是灭亡宋国，另外册封蜀国统治黄河以南地区，而黄河以北由于燕国以及和硕三镇的历史渊源，很容易接受内亚满洲的政治传统。但张邦昌的楚国和刘裕的齐国都未能有效治理河南地区，因此最终满洲不得不全面接管治理中国，从此深陷泥潭。1128年，在满洲联军攻陷汴梁时，宋将杜充为了迟滞金军的南下，掘开黄河华州堤坝。黄河如同挣脱牢笼的巨兽，山呼海啸般夺淮入海，整个河南地区一片泽国。原来叫东海的海域因黄河而变黄，遂得名黄海。以水带兵并未能阻止宋国的灭亡，却给下游的民众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直接死亡者数十万，无家可归者上千万。黄河在此后727年间，在这一地区来回摆动，形成一个触目惊心的死亡扇面，连年出现洪水，朝不保夕。这一地区的人随时可能在睡梦中死去。中国此前最富庶的黄淮地区，从此成为最贫困、动荡、没有传承、道德沦丧、流寇丛生的黄泛区。直到1855年，在大清的治理下，黄河才回到现在的位置。而类似的反人类暴行在1938年又一次上演。中华民国以阻碍日军的名义掘开黄河花园口，又造成上百万人直接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次大洪水还间接导致了1942年的大灾荒，河南人口又饿死将近500万人，另有上千万人踏上逃荒之路。中国竟无耻地在事后对外宣称是日军轰炸所致，但很快被国际媒体戳穿。类似焦土政策，如长沙大火等，举不胜举。中国政治传统是要地不要人，人命贱如土，与满洲珍惜人力的政治传统截然不同。这在此前的唐帝国借助回鹘收复洛阳时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国共战争期间，中共对满洲国首都新京的围城战，导致至少40万无辜满洲国民被活活饿死，一笔笔血债罄竹难书。1130年，今天会9年，满洲名将完颜宗弼率军4000南下追击宋高宗赵构，攻破建康，直抵临安。赵构仓皇乘船从海路逃往温州，
金军出海追击，但受阻于南宋水军，赵构才得以逃脱，史称搜山捡海。其后，金军在返回途中遭到屠杀200万摩尼教徒的屠夫韩世忠的8000水军阻击，因金军船小，出战不利，被阻滞在黄天荡。两军对峙月余，外围金军从江宁方向实施增援。宗弼在当地不满宋国残酷统治的向导指引下，连夜凿通废弃旧河道，顺利突围进入江宁水面。两军在江宁展开决战，在宗弼指挥下，以火攻全歼宋军，韩世忠仅以身免。金军战术大胜，全身而退。但活捉赵构的战略目的未达成，所以此战被中国史家涂抹成宋军的大胜，并附会出种种离奇的中国式传说。在200年的步步溃败之后，宋国完全放弃了对河北燕晋的任何非分之想，但仍然执着于恢复河南和关陕地区。同年，南宋名将岳飞开始攻击金帝国在中国册封的属国齐国。为了保护齐国，金军多次南下，协助齐军反击。1135年，金太宗病逝，太祖嫡长孙完颜坂即位，为金熙宗。熙宗废除了女真贵族民主会议的伯吉列制度，开始了政治上的中国化。1141年，完颜宗弼收复了之前主和派割让给宋国的河南和陕西等地，与岳飞等多路宋军在河南地区展开会战，因轻敌，在战术上遭到失败。但作为战略大师，宗弼在政治上取得了战场上无法取得的成果，迫使南宋接受第一次金宋和议。宋高宗借此机会清洗了岳飞等一批将领。宋国作为属国，对金帝国称臣，约为伯侄之国。此后两国疆界基本稳定在淮河秦岭一线。在金宋拉锯战中，宋国组织了数次北伐，均被金军顽强化解。金军的巨装骑兵铁浮屠、拐子马所向披靡，而宋军缺少马匹和骑兵部队，步兵对骑兵即使击溃也很难做到歼灭。宋军虽然取得过一些局部胜利，但宋国整体战略上的劣势已经根本无法逆转。中国失去整个北方地区，放弃河南地区，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漕运的压力。江南地区的粮食和纺织品不必千里转运至汴梁，供养上百万的寄生者。但中国不断发动北伐战争，加派军费，征收军粮，平民的负担仍然非常沉重。在人口领土减半、农业税不增加的情况下，南宋的政府财政收入创造了中国中世纪历史上最高纪录。所有税收的增加都是通过增加商业税、政府管控市场、海关高关税、超发纸币等与民争利的方式巧取豪夺而来。政府收入高，在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幅提高以前，并不意味着经济总量增加和效率提升，而是意味着中国式集权政府对社会敲骨吸髓的盘剥。因对男丁征收税赋，南宋境内的浙江地区甚至出现养子接杀的现象。即使岳飞等人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在财政资源上也难以为继。
同时，中国的频繁北伐造成河南等地在黄泛区的基础上又屡遭兵险，民生受到极大破坏。即使收回以江南的财政，也很难有效补贴和救济。在中国的重重压迫下，洞庭湖地区的摩尼教教徒在中相杨泰的领导下宣布独立，建立楚国。遗憾的是，其提出等贵贱均贫富是典型的中国式暴民政治理念。但楚国的建立延续了之前被宋吞并的马楚政权，对恢复社会生态、增进当地人民的福祉是积极的。当时南宋政权刚刚仓皇流亡至吴越地区，出兵试图吞并楚国，但屡次被击败。楚国控制下的区域与宋国不相上下，聚集数十万人捍卫独立。双手沾满楚国人民鲜血的岳飞，采用卑劣的招安手段，分化瓦解楚国义军各部，个个击破，残忍擒杀了杨泰，吞并了楚国。中国有毒的政治传统也在渗透和腐蚀着满洲征服者。满洲式大宪章、伯吉列制度被废除，标志着贵族民主的式微和中央集权的加强。金熙宗崇尚政治上的中国化，开始将满洲引入歧途。1150年，金熙宗被海陵王完颜亮谋杀，完颜亮篡夺了帝位，开启了更加疯狂的中国化政策和近乎自戕的南征计划。1153年4月21日，完颜亮将帝国首都从上京会宁府及哈尔滨迁至燕京，改名中都大兴府，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满洲内亚帝国的首都。中都因此更加繁荣，成为以后1000年东亚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完颜亮为了将满洲贵族驱赶至南方，纵火烧毁了上京全部建筑，满洲精英大部分被其裹挟南迁，满洲本土开始空心化。完颜亮大权独揽，滥杀贵族和权臣，聪明绝顶，但独断专行，精力过人而纵情声色，才华横溢却用之不当，是罗马银帝尼禄和中国暴君隋炀帝的完美合体。1161年，完颜亮不顾和议条约，亲率60万大军，号称100万，大举南征，意欲完成他大一统的中国梦。完颜亮是大一统主义的拥趸，赋诗道：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江风？提兵100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金军主将郭安国是灭亡北宋的幽燕名将渤海人郭药师的儿子。这一次，金军在采石矶遭到了顽强阻击，由于水战失利，无法渡江，因强征满洲有生力量投入到南征中消耗，部分贵族在中途就返回满洲，谋划推翻完颜亮的暴政。对峙过程中，大后方满洲本土传来惊人的消息：东京辽阳留守完颜雍在众人推举下称帝，是为金世宗。完颜亮闻讯进退维谷，丧失理智，强迫部下渡江，被哗变的部将完颜元仪杀死，结束了自己短暂狂放又给满洲造成巨大伤害的一生。第2年，南宋孝宗即位，不宣而战，以10余万兵力发动龙兴北伐，但在扶犁之战被金军名将何时烈志宁击败，宋军全军覆没。
宋孝宗只好求和，双方恢复旧约疆界。金世宗统治期间，开启了40多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世宗勤政节俭，革除积弊，努力维护满洲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提倡国语齐社，加强蒙安谋克组织形式，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完颜亮的中国化进程。因此，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民富国强，史称大定之治。包括中国的儒家士大夫也把世宗当作理想帝王，称之为小尧舜。但由于金帝国逐渐抽空满洲本土，将人力资源都投放至中国农业区，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吏治国家，也开始科举考试和官僚统治。成为中国人，就必然要重复中国人的命运。满洲人将为此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说着燕辽协和氏满大人语的女真人、契丹人、渤海人、幽燕人占据了整个北中国上层社会生态位，但此时满大人语尚未完全替换中国人自古说的河洛语。直到金王元兴，河南地区人口又一次清空，河洛语及其载体灭绝，所以满大人语才迅速毫无悬念地成为东亚统治语言。这一事件在东亚语言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元帝国的音系与之前完全不同，佐证了河洛语人群的消亡。辽金时期，技术上满洲仍然保持了进步势头，金帝国在铁甲、工程器械等方面都有一定优势，开始装备火器，并且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破冰船。在数学和天文学上全面超越宋国。得益于内亚技术交流，金帝国的重修大明历的精度上优于宋国的纪元历。在农业上，满洲本土在上京地区开始大规模垦殖，有大量铁制农具发现。10世纪，契丹人将西瓜从内亚引入满洲，中国则直到南宋使者来到满洲本土时才见到西瓜，将种子带回中国。在文化上，女真继承了契丹文大字、小字，在其基础上修改形成了女真大字、小字，是具有表意功能的音阶文字，可以称之为满洲假名。契丹文以音素堆叠造字的方式，则可能是来源于粟特回鹘书写系统的规律，但形式采用了方块字的方式。后世的韩文则吸收了契丹女真以及蒙古八思巴文的经验，形成了纯音素堆叠方块字。而蒙古和后金时期则都直接采用了粟特回鹘书写系统，可以追溯至阿拉米字母、腓尼基字母和埃及圣书字，成为纯粹的字母文字。金世宗逝世后，由皇太孙金章宗完颜景即位，年号明昌。在位前期，政治维持了较好的风气，史称明昌之治。1206年，南宋在权臣韩托胄的主持下，又一次发动北伐，结果被金军反击击败，宋人不得不斩杀韩托胄，双方再次议和。但这已经是金帝国最后的辉煌，因为金章宗完颜景是中国化最深的满洲皇帝，酷爱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章宗痴迷书画诗词，瘦金书法堪比宋徽宗赵佶转世，宠幸平民女子李师儿，封为元妃，实际等同皇后，外戚得势，政治陷入混乱。
而河南地区因宋军绝河导致的黄河改道，造成此后700多年无法根治的水患，此时成为帝国的沉重负担。军事上，金人也丧失了建国时的锐气，生活环境的改变使金军战斗力急剧下降。成为中国人，就要接受中国人的命运。上帝之鞭此时悄然在漠北降临，本来臣属于金帝国的蒙古人强势崛起。蒙古与金帝国本来同属内亚，蒙古人称金帝国皇帝为阿勒坦汗，即金可汗。与中国传统不同，在内亚诸帝国中，可汗和皇帝是对弈关系。金熙宗时杀死了蒙古部的首领俺巴孩，因此蒙古与金帝国结下仇恨。就在金宋达成和议的同年，一代天骄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在斡难河举行的忽里勒台贵族会议上被推举为蒙古国大汗，史称成吉思汗，并断绝了与金帝国的臣属关系。金帝国失去了对漠北的控制力。此时的内亚共主是蒙古帝国，而金帝国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中国。金帝国不但在政治上中国化，在军事和外交上也逐渐中国化。为了防备新兴的蒙古，建立起北起满洲呼伦贝尔草原，南至幽燕的金长城，全长1680公里。1208年，金章宗病逝，魏少王完颜永济即位。魏少王优柔寡断，坐视白高国被蒙古帝国攻击而不救援。1211年，蒙古大军突破金长城防线南下，取得金国环州军马场，获得上百万匹战马，实力得到极大提升。金军主力号称40万，退守野狐岭和会合堡，迎战蒙古军10万。金军参将石抹明安被成吉思汗招降，将金军部署全部告知成吉思汗。主将完颜成玉指挥的金军主力被击溃，这一战决定了蒙兴金衰的大势。1212年，契丹贵族耶律刘哥在辽东起兵10万反金，恢复辽国，史称东辽。金帝国派完颜胡沙、蒲仙万奴领军讨伐，耶律刘哥求援于蒙古，在少量蒙军援助下，在迪吉瑙儿大败金军。1213年8月，蒙古军进逼中都，权臣何时烈执中起兵叛乱，杀死魏少王完颜永济，改立完颜询为帝，是为金宣宗。10月，金军将领主虎高齐诛杀何时烈之中，金帝国的政局在内忧外患中剧烈震荡，摇摇欲坠。1214年，金国再派蒲仙万奴领军40余万进攻耶律刘哥，刘哥在归仁县北河上大破金军，趁势占领辽东州郡，建立东辽国，成为蒙古属国，定都咸平。同年，成吉思汗3路攻金，河北、山西、山东等地一片焦土，中都燕京和少数几个城市勉力支撑。中都一度被围，在献上公主、男女童各500人和大量财物后，蒙军撤走。7月，金宣宗南下迁都开封，此举激怒成吉思汗，蒙军再围中都，并在1215年5月攻陷中都。至此，满洲本土与金帝国完全隔绝。
之后，金帝国被蒙古逐步蚕食，直到1234年彻底灭亡。此时的满洲本土，1216年，东辽王耶律刘哥的弟弟耶律思布杀死了蒙古使者，在成州称帝，国号辽，史称后辽，年号天威。后辽存在3年，即被蒙古、东辽、高丽合力灭亡。这是耶律家族最后一个复国的政权。在北满地区，金帝国大将蒲仙万奴讨伐东辽未果之后，怀着对金帝国的极度失望，带领着满洲最后一支有生力量，于1215年自立为天王，国号大真，也称东真、东夏，年号天泰，人称东真万奴王。留在满洲的蒙安谋克纷纷归附。蒙安谋克制度后来逐渐发展为更加完善的八旗制度。万奴王在满洲本土重新立国，不再与中国化的金国有任何瓜葛，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1233年，蒙古军围攻东真国南京，万奴王被俘，东真国放弃帝号，对蒙古称藩。此后，元帝国建立，满洲名义上设置辽阳行省，实际地方自治。元帝国仍然依靠耶律家族经营南满地区，东真贵族继续经营北满地区。尽管对蒙古帝国称藩，但满蒙同源一体，有着共同的内亚文化政治传统，保留了封建性自治，为未来满洲的再度复兴打下了基础。东辽和东真两大王国治理下的满洲摆脱了中国化的泥沼和大一统的绝路，回归满洲本土，延续了内亚满洲的文化政治传统，史称小辽金或后辽金时代。而接过中国大一统王朝接力棒的元帝国，将比金帝国更快迎来自己的解体。历史将一次又一次证明，内亚政治传统与东亚大一统体制永远无法并存于同一个国家内部。东亚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如同癌症，必须不停地侵蚀同化内亚和满洲的健康社会。对这样的政治文化，只能远离或者消灭。元帝国治下的满洲在后辽金时代重新回到了内亚满洲封建自由和共主政治的正确道路上，成为各族群安居乐业、协和发展的王道乐土。